嘿，大家伙儿早喽！2月2号星期五，这一周结束了。明天周六，后天晚上回北京了。时间太快，我还什么都准备都没做呢。不过明天下午还是老时间，会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昨天这两天好多评论的小伙伴在说回北京怎么安排，我会提前1到2天发动态，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聊。我肯定不会定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我觉得我也有压力，而且可能怕不安全吧。没有其他意思，就是能偶遇咱们就偶遇，我相信会偶遇的，因为我定的跑步路线基本都是绕圈儿。就算是故宫一圈也只有4公里，也许我可能会在那个东西华门那条路上折返，而且回北京以后会晚一点，还是挺期待回北京的，有时候挺想念家乡。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今天大家聊聊那天我们一起跑完半马以后去泡温泉，还有最近我就有时候会时间长了以后会反思，或者说会往回想我看到的一些周围新认识的还有以前就认识的小伙伴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些可能跑步的人会更多发现的一些闪光点。为什么想说这个呢？是因为我看到评论区有小伙伴有生病的，有受伤的，好像还有比较严重的受伤的要做手术，问我伤好之后怎么能尽快恢复到手表给他预测的水平。您真的别想太多，预测的水平都不准，您现在要想的是尽快的康复，千万别想太多。手表的预测也是怎么说呢，我跑完那次半马各个预测的成绩都大幅上升，所以手表的预测都是基于您平常的训练来的。我都这么练了，那个预测还不准确呢，对不对？所以别想太多啊，一会儿咱们聊。小伙伴们看 ，Hello， 大家好，国内来的高先生，大家好，哎，上电视了，上电视了，来旅行遇到的，对，完了，真的是很开心能看到我博哥，完了，博哥，我一直跑步也是，我觉得这个博哥的视频激励了我，博哥的视频，反正怎么讲呢，就是让我感觉挺平和。我以前是一个不大喜欢跑步的人，但是我看了博哥的视频，我也是啊，真的，我看了博哥的视频之后，特别从去年年底，就是比以前啊，相对以前加的就比较多。完了，博哥跑了6大这个满贯，我觉得也挺激励我的。你也来一次，我觉得也要去，我估计得10年，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就是我觉得跑步没有那么急功近利，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是，小伙说以前踢球跟腱断裂过，就很严重的那种，做手术的那种，就是断了，就是医生说就不要再去踢球了，再断的话就不好弄了。对，就不好弄了。完了那段时间还是挺。讲老实话，挺抑郁的。对，就因为有一个事儿改变了生活的方式嘛，对吧？对，我又别的也不大会，也不大擅长，就踢球，从小踢到大，一直踢到大学，一直到后面工作啊。但是确实对抗挺激烈的，就是真的是很，那年也挺不大顺的，就碰到各种事儿，但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特别跑步之后，我觉得一下人就平和很多，真的感觉。跑了多长时间了？我正儿八经跑的话，也就才满打满算1年。1年，对，中间崴过一次脚啊，我也崴过脚，崴了一次脚，休息了个大概有2-3个月。对，就是受伤的那只脚。
对，上海这家啊。哦，咱们一直往里边走，行。我先关机了啊，小伙伴们。今天不跑21公里了，刚跟碰到那位观众高先生分开，也是来这边旅行玩。我们有时候前几年出来玩也是赶着春节之前，就放假之后到春节之前，这儿先出来玩。这边天气还行，个位数的温度，今天有点凉。哎呀，有时候就是会被，就像刚才这位高先生跟我说，看咱们频道会有一些动力。其实我也是，我会时时刻刻被屏幕前的各位激励着，有的时候真的。还有今年在大阪认识这些当地跑步的小伙伴们，被他们激励着。有一位观众评论说，看前景先生的 Strava， 半马大阪破了130，很了不起，是很了不起。他年龄也比我大很多，然后刚才还碰见了他，练得很辛苦。大家可以翻翻他冲线的时候，因为大阪半马最后直播就是一个机位，就在最后冲刺的那儿，就播完男子的前几名以后就只有一个机位了。前景先生受伤了，他在距离终点前5米没有能掌握好平衡，就直接往前摔倒了，然后右侧的眉骨那儿眉毛那儿摔破了，当时就爆炸了，马上站起来冲过终点，差一点点，就是枪声成绩可能是1小时29分50多秒。而且我看我们跑团小伙伴在长居公园里拍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很往前踉跄了，就像我前面那位1661那位大哥，他也是过终点不就摔倒了吗？我都没太注意他当时，但是到最后我也没超过人家，是不是？然后那天去温泉看后藤先生的脚的黑指甲，就跑步顶的，还有脚底有好多的那种就是康复了的水泡，有那种就是白色的，就是说脚皮吧或者什么后皮老茧。后藤先生以前也挺胖的，而且可能胖的时间比我还长，因为他总跟我们分享，就是他肚皮是瘦了以后的那种皮肤，我不可思议。还有那天在赛道上，家属第2次拍到我，在我马路对面，我跟他喊，我说轰大桑在那边200米，轰大桑没参赛，他在路边加油。看到我第一次看到我就大声喊，然后第2次我就注意，然后跟他打招呼。这家咖啡厅也挺好看的，哎，这家咖啡厅也挺好看的，看看都有什么。豆乳的，这是甜甜圈吗？应该是啊，是甜甜圈 ，donuts。他们特别喜欢甜甜圈。之后还有总在一起训练和跑步的乌梅桑，乌梅就梅田，你看梅田乌梅大，乌梅就是梅，中文那个梅花的梅先生，也看见我2次给我加油。就是第3次拍到我的时候，我刚挥手跟他打完招呼。然后还有在不到18公里的一个地方，跑团的另外的女性跑者，可能是住那边或者在那边生活吧，在那儿给我们加油。而且早上起来特地在大阪城，就是你看我拍到那段跟我说话，就哈奇在跟我说18公里，
就是那位特地到大本城给我们加油照相，然后又赶去18公里的地方给我们加油，这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总会被身边的人激励着。有时候你想一想，就会发现自己很幸运，然后自己呢可能或者叫什么不谦虚的说自己挺努力。因为就像我总说，我分享我的一些经验经历，就是想让大家看到说，其实都差不多，都会经历伤病，都会经历疼痛，都会经历可能心理的一些起伏，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看看周围的人，看看一起努力的朋友，有时候会不一样的。今天早上在大阪城碰到了田中先生、后藤先生、前景先生，还有平田先生。你们看那天比赛碰到的Maki 桑，他好像是从事电信类的工作的。那天跑完比赛就跟我们说，突然接到电话要被派去支援之前地震的地方2周，错过一场比赛，然后有20多天不能跑步，好像是20多天，不是2周，我可能记错了。他比我大也好几岁，得5、6岁呢。平田先生也比我大。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刚才跟那位小伙伴也在聊，现在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的时候压力来自生存，有的时候压力来自欲望，有的时候压力来自好多迫不得已的东西。有时候想想自己其实挺幸运，虽然也有过比较就拮据的时候，但是整体来看这方面压力还不大。跑步也是，我也还行，就至少没有经历过那种大的伤痛。和有些小伙伴比，咱们频道有位观众说好像是脚的韧带断裂了还是哪，要做手术，听起来就有些严重。我也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不过还是我那句话，人比自己想象的强大，没事儿的。有时候想的太多不好，有的时候想的太少也不好，时不时的纠偏一下，人总是起起伏伏，是不是？今天早上我想半天，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其实越来越没有中心思想。我觉得总想拿一件事儿去说，或者说，就像我原来听郭德纲的相声，我觉得好像不能老说教育谁谁谁，或者说怎么样。所以我才总说我是分享我的经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连经验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经历。经历就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位小伙伴好像也在日本生活，发周末全马，我忘了是哪日本的一个，跑了2小时48 PB， 都是了不起的。普通人能跑成这样，是需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功夫的。3年5年肯定是要有的，7年8年，像我现在第10年也是很常见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生活过下来，就像刚才跟高先生聊，他说突然受伤不能踢球，当时很失落，是很失落的。你突然一个生活的方式改变了，对不对？跑步是个挺平和的事情，没那么大的冲击，也没那么多的名利，
受伤是挺沮丧的。有时候这种东西不能避免，因为人总要跟自己拼一拼，拼的过程中就会有风险。都给各位加油！一说这就想起来，这几天我一定得小心，见好就收。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肌肉酸痛了，昨天下午都不行了。昨天下午觉得两条腿火烧火燎的，然后今天突然就没事了。今天是周五，那差不多持续了5天，算是正常了。然后明天是最后一个训练日，咱们回评论。明天下午有直播，后天我就回家了，好吗？那我们训练之后再聊，加油干，加油干！嘿，2月2号星期五清晨7点09，训练结束。今天就跑了18公里多，一开始慢，中间快了一点点，快到4分多。然后后来碰到那位频道的观众小伙伴，一块慢慢跑，带他看看大阪城，然后又慢跑了一段，然后慢跑回家。平均配速5分15，平均心率129。还买了个有点罪恶的小零食，这是这边季节限定的草莓，就现在好多限定就是草莓的奶油卷儿。但是看着你看着挺油腻的哈，但是我看了看热量，这一盒是550千卡，一共是6份，那一份不到100。但是今天买估计回北京之前吃不完了，只能丢掉了。因为家属说这个挺好吃的，那天买了一次。这边草莓限定的时候还会有夹着草莓的那种三明治，还有草莓的大福，还行吧。今天跟大家分享心态，分享有时候又要纠偏的时候，因为一场比赛过后难免会想很多东西，就想想这段时间自己的训练，这场比赛怎么样。然后触动比较大的是，我这是第一次比赛之后聚会，就人生的第一次。原来我都是独来独往，比赛完就回家了。这次比赛完之后跟大家在一起，看到每个人比赛之后的那种，有的人很开心，有的人呢可能有遗憾，有的人很疲惫，甚至像前景先生还受伤。对，前景先生当然已经没事了，周3见面的时候已经把纱布换成创可贴了。不是那么的严重，但是你们想，40多岁的人，可能是50多岁的人，我不太知道具体他的年龄，在冲线的时候就趴到地下了，塑胶跑道，等于是可能是那个跑道把这个眉毛骨给闯开的。大家去看，大概在1小时29的时候，有前景先生的画面。他就是很努力要跑到1小时30，他之前还感冒了3天，生病了3天，事情都挺不容易的，好吧？那就这么着，还是打起精神来，对吧？有的时候想好事儿不一定有动力，想坏事儿不一定就灰心丧气，对不对？都是不可多得的经验和体验。打起精神来，我们继续努力冬训。我也要马上迎接北京寒冷的早晨了，期待，把手闷子都准备好了。行，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明天早晨的视频回观众的评论，然后明天下午我们直播。今年春节之前在大阪的最后一次直播，好吗？那我们明儿见，加油干！